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波士顿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，叫麻省理工学院。这所大学里有很多聪明的学生和老师。故事的主角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。主角的名字叫威尔。威尔20岁，他个子不高，头发有点乱，总是穿一件旧旧的夹克衫。他看起来就像街上随便可以遇到的年轻人。但是威尔和别的年轻人不一样，他非常聪明，特别是在数学方面，简直是一个天才。别人觉得很难的问题，他看一眼就知道答案。他不需要用笔算，他的脑袋就像一台很快的电脑。但是威尔的生活并不好，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。他出生后不久，爸爸妈妈就不要他了。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家庭里生活，那些家庭叫寄养家庭。他在那些家庭里没有得到很多爱，有些家庭对他很不好，他的养父有时候会打他，他的养母也不关心他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学会了用拳头解决问题。他学会了不相信别人。长大以后，威尔变得很叛逆，他不喜欢听别人的话，他不喜欢上学。他常常和朋友一起在街上玩，去酒吧喝酒，去打球，有时候也会打架。威尔看起来很凶，有时候他说的话很难听。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不在乎工作，不在乎钱，也不在乎未来。他只是在过一天算一天。但是这只是他给别人看的样子，其实他的内心很脆弱，他很害怕别人靠近他，害怕别人了解他之后会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好。他害怕别人会离开他，所以他总先离开别人。在别人推开他之前，他先把别人推开。这就是威尔，一个非常聪明，但也是非常痛苦的人。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学校里有很多教学楼，其中一栋楼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的墙上有一块很大的黑板，那是数学系的学生和老师用来写难题的黑板。有一天早上，一位数学教授走到那块黑板前，这位教授叫兰博。兰博教授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，他得过很多奖。他很喜欢在黑板上写一些很难的数学题，让他的学生去思考。今天兰博教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难题，这道题是他从一本很厚的数学书里找出来的。这道题非常难，在全世界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能解出来。教授觉得学校里应该没有人能解出来。他写这道题只是想让学生们看看，数学的世界很大，他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很多学生路过那块黑板，他们停下来看了看，有的人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有的人摇摇头就走了，没有人写答案。黑板上的题目就这样放了几天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威尔来打扫教室。威尔是这所大学的清洁工，他每天下午和晚上来打扫卫生。他扫地、擦桌子、倒垃圾，没有人注意他。学生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人会跟清洁工说话。那天晚上，威尔拿着拖把和抹布走到那条走廊，他看到了黑板上的题目。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放下拖把，拿起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写东西。他写了很多数字和符号，他的手很快，好像不需要思考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兰博教授来到教室，他看到黑板上有答案，非常惊讶。谁写的？谁解出了这道题？教授看了看答案，完全正确。教授很激动，他到处问是谁写的，但是没有人知道。于是兰博教授又写了一题，这次是更难的题。这道题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个问题，他花了2年的时间才解出来。他把题目写在黑板上，他想，这次那个人不会那么容易解出来了吧。那天晚上，威尔又来打扫卫生，他看到了新的题目，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
这次确实很难，他想了很长时间，才拿起粉笔开始写。这时候，兰博教授正躲在走廊的角落，他一直在等那个人。他看到威尔了，看到这个穿着清洁工衣服的年轻人在黑板上写画画。教授走过去，他很高兴地说：“就是你，你写出来了。”威尔听到了声音，回头看到了教授，吓了一跳。他马上把粉笔放下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在这里写。”他转身就要走。教授说：“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个天才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”但是威尔不想说话，他跑走了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天赋，他觉得那是麻烦。教授很想知道威尔是谁，他去找学校的管理员问：“那个年轻的清洁工是谁？”学校的管理员说：“他叫威尔，他每天都来打扫卫生，不过最近他没有来，因为他被抓到监狱里去了。”威尔为什么在监狱里？因为他和几个朋友在街上玩，有人骂了他们，威尔生气了，他打了那个人。警察来了，把威尔抓走了。威尔以前也打过架，所以这次警察不让他出来，他可能要坐牢很长时间。兰博教授听说威尔在监狱里，他去监狱看威尔。教授说：“威尔，我知道你很有天赋，你不应该在这里，我可以帮你出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2个条件。”威尔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教授说：“第一，你要和我一起研究数学，我要教你更多的东西。第二，你要去看心理医生，你需要和别人聊聊你的问题。”威尔想了想，他不想待在监狱里，所以他答应了。教授帮威尔从监狱里出来了，威尔又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清洁工，但是他也开始和教授一起研究数学。教授给威尔很多书看，给他很多题目做，威尔很快就能解出来。教授很高兴，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。但是威尔不想去看心理医生，他觉得心理医生都是笨蛋，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他只是不喜欢和别人说话。教授给威尔找了第一个心理医生，那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医生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严肃。威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，他坐在椅子上。医生问：“你好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威尔说：“我感觉很好，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太好，你好像很累，你的婚姻是不是有问题？”威尔开始说很难听的话，他说那个医生的领带很难看，他说医生的鞋子和袜子不配，他说医生是个失败的人。那个医生很生气，他对教授说：“我不再给这个病人看病了。”第2个医生来了，这次是一个女医生。威尔对她说了更过分的话。他问医生：“你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回家吗？你是不是很孤独？”女医生哭了，她也走了。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，威尔一共气走了5个心理医生，每个医生见到他都很头疼。后来教授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教授在大学里的好朋友，他叫尚恩。尚恩也是一位心理医生，但是尚恩和别的医生不一样，尚恩不是专门给人看病的，他是一位心理学老师，在一所社区大学教书。他的生活很简单，他的妻子在几年前生病去世了，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里，他不喜欢和别人来往，他喜欢一个人画画。教授开车去找尚恩，他敲尚恩的门，尚恩开门了。教授说：“尚恩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尚恩说：“什么事？”教授说：“我找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，他是一个数学天才，但是他不愿意看心理医生，已经气走了5个医生，你能不能帮帮他？”尚恩说：“我很久不做这个了，我不想和陌生人聊那些事情。”教授说：“老朋友，我求你了，这个孩子真的很需要帮助，只有你能帮他。”尚恩想了一会儿，他同意了。他说：“好，我试试看，但是我不保证能成功。”于是威尔开始去见尚恩。第一次见面是在尚恩的办公室。
尚恩的办公室不大，墙上挂了很多画，有一幅画特别大，那幅画画的是一个人坐在小船上，天空是蓝色的，海水是蓝色的，那个人看起来很安静，也很孤独。威尔走进了办公室，他看到了墙上的画，他说：“这幅画很有意思，不过我觉得画画的人心里有问题，他一定很害怕，他害怕大海，害怕孤独，所以他画了这幅画。”威尔继续说：“你是教心理学的，但是你看起来不像一个成功的医生，你一个人住，也没有出版过书，你只是在教一些很普通的学生，你的生活很可怜。”威尔以为这样说尚恩也会生气，他以为尚恩会像别的医生一样让他走，但是尚恩没有生气，他安静地听威尔说话，他认真地看着威尔，他说：“你说完了吗？”威尔说：“我说完了。”尚恩说：“好的，你对我的话说了很多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了解那幅画，你也不知道画画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你只是在说你想说的话。”然后尚恩站起来，他走到威尔面前，他说：“你可以说任何话，但是如果你再说到我的妻子，我会打你，你明白了吗？”威尔说：“你的妻子怎么了？”尚恩抓住威尔的脖子，他说：“我说了，不要提我的妻子。”威尔吓到了，他没有想到尚恩会这样，别的医生都不会这样，他们只会生气，然后让威尔走。但是尚恩不一样，尚恩很直接，尚恩也有自己的情绪。尚恩放开了威尔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今天的见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”威尔走了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医生和别的医生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医生好像不怕他。第二次见面，尚恩没有在办公室里等威尔，他带威尔去了一个公园，公园里有一个湖，湖边的树都黄了，秋天的风吹过来有点冷，他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。尚恩对威尔说：“你昨天说的话我想了很多。”威尔说：“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”尚恩说：“我不生气了，我反而觉得你是一个孩子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从书上看到过很多东西，但是你没有真正体验过。”尚恩说：“威尔，你看了很多书，你知道很多知识，如果你问我艺术，你可以从书上说出很多艺术家的名字和故事，你能告诉我米开朗基罗是谁，他画了什么，他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从没有去过那个教堂，你从没有站在那幅画下面抬头看过它，你从没有闻过那个教堂里蜡烛的味道。”尚恩继续说：“如果你问我爱情，你可以背出很多爱情的诗句，你可以背出很多爱情的诗，你也许还能说出莎士比亚是怎么写爱情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，你没有体会过早上醒来看到心爱的人就在你的身旁，那种幸福的感觉，你没有体会过和他一起喝咖啡，一起在沙发上聊天，那种安静的美好。”张恩说：“如果你问我战争，你可以说出很多战争的历史，但是你没有参加过战争，你没有看到过你的朋友死在你的面前，你没有体会过那种害怕和痛苦。”尚恩说：“你很聪明，你可以通过书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但是你没有真正活过，你没有真正感受过生活，你只是在知识里面生活，而不是在现实里生活。”尚恩看着威尔的眼睛，他说：“我看着你，我没有看到一个自信的年轻人，我看到一个害怕的孩子，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孩子，一个不敢让别人靠近的孩子。”威尔安静地听着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是他没有说出来。他低下头，他第一次觉得有人真正看到了他。这次见面之后，威尔开始想很多问题。他开始想，尚恩说的是对的吗？他真的不懂生活吗？他真的只是在书里面生活吗？他开始觉得自己确实没有真正的活过。第三次见面，威尔来到尚恩的办公室。这次威尔没有说话，他安静地坐着，他在看尚恩，他想看尚恩会做什么。尚恩也没有说话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安静地看着威尔。
办公室里很安静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一直不说话。威尔有点坐不住了，他动了动身体，但是尚恩还是很安静，他好像在等威尔先说话。最后尚恩看了看手表，他说：时间到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威尔站起来，他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看尚恩，他说：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尚恩说：有时候不说话比说话更好，我在等你愿意说话的时候。威尔走了，他觉得尚恩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但是这个奇怪的人让威尔觉得很安全。尚恩不会逼他，尚恩不会给他施加压力，尚恩只是在那里。第4次见面，威尔和尚恩聊了很多，这次是威尔先开口的。威尔说：尚恩医生，我想跟你说一些事。尚恩说：好的，我在听。威尔说：我小时候在寄养家庭里住，有一个养父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打我，他会拿皮带打我，他还会骂我，说我是个没用的孩子。那个时候我很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以为是我的错，我以为是因为我不乖，所以他才打我。威尔继续说：后来我去了很多家庭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但是没有一个家庭真的爱我。我总觉得我不重要，我总觉得我是多余的。尚恩安静地听，他没有打断威尔，只是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威尔。威尔说：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有了朋友，我也有了工作，但我总觉得每个人都会离开我，所以我不想让别人太靠近我。如果我先离开他们，我就不会受伤了。尚恩听完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威尔面前，蹲下来，看着威尔的眼睛。他说：威尔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威尔抬起头看着尚恩。尚恩说：这不是你的错。威尔愣住了，他说：什么？尚恩又说：这不是你的错。威尔的眼睛湿润了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。他小时候被欺负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错。他没有人爱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错。他被养父打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错。但是现在尚恩告诉他，这不是他的错。尚恩也抱着威尔，他说：哭吧，没关系，现在你是安全的。威尔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被人理解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相信别人。从那以后，威尔开始变了，他开始不再那么凶，开始好好和别人说话。斯凯拉是哈佛大学的学生，哈佛大学也在波士顿，离麻省理工学院不远。斯凯拉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她有一头金黄色的长头发，她的眼睛很大，她的成绩很好，她家里很有钱。威尔和斯凯拉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那天晚上，威尔和好朋友查克一起去酒吧喝酒，他们坐在吧台旁边喝啤酒聊天。有一个哈佛的学生也在酒吧里，那个学生很骄傲，他大声说话，想让别人都注意他。他说了很多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事，他说的不对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。威尔听了很不高兴，他走过去，对那个哈佛的学生说：你说错了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那个学生说：你是谁？你懂什么？威尔开始说出正确的历史，他说了很多很详细的事情。那个学生很尴尬，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，其他人都笑了。斯凯拉看到这一切，他觉得威尔很特别，他走过去和威尔说话，他说：你好，我叫斯凯拉，我觉得你很聪明。威尔说：你好，我叫威尔，我只是知道一点东西而已。斯凯拉说：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？我想跟你一起喝咖啡。威尔给了他电话号码，他们开始约会，一起去咖啡店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聊天。斯凯拉很喜欢威尔，他觉得威尔很不一样，威尔说话很直接，很真实。但是斯凯拉也觉得威尔有时候很奇怪，威尔总不想让他去他的家。威尔总是说自己有12个哥哥，威尔不说自己的过去，
斯凯拉问威尔：“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威尔就说：“我没有爸爸妈妈。”斯凯拉很关心威尔，他问：“你为什么总是不告诉我你的事情？我喜欢你，想了解你。”威尔说：“你不会想知道的，我过去的事情一点都不好。”斯凯拉说：“我想知道，无论你过去是怎么样，我都想了解你，因为那也是你的一部分。”但是威尔不敢说，他害怕斯凯拉知道他的过去，会觉得他很可怜，会离开他，他害怕自己再一次被抛弃。后来威尔听了尚恩的话，开始慢慢改变，他开始对斯凯拉说一些真心话。他告诉斯凯拉自己是孤儿，小时候过得很苦。斯凯拉听了，没有离开他，反而抱住了他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现在在你的身边。”但是威尔还是很害怕，他还是不敢完全打开自己。有一次，斯凯拉说：“威尔，跟我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吧，我要去那边继续读书。”威尔说：“我不能去，我在这里有工作，有朋友。”其实威尔是害怕去一个新的地方，害怕面对新的生活。斯凯拉很伤心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不爱我？”威尔说：“我爱你，但是我害怕。”他们吵了一架，斯凯拉先走了。威尔很难过，他去找尚恩。尚恩对他说：“威尔，你总是想得很远，你总是害怕未来，但是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能一步步走，不能因为害怕失去就不敢去爱。”另一个人对威尔也很重要，他是威尔最好的朋友，叫查克。查克和威尔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，他们的家离得很近，他们一起上学，一起玩，一起打架。查克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，他做建筑工人，每天搬东西，很辛苦。但是查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对威尔非常好。查克每天早上都会开一辆旧车来到威尔的家门，他会按喇叭叫威尔出来，他们一起去喝酒或者去打球。查克知道威尔很聪明，他从小就发现了威尔总是能考高分，但是威尔不想去上学。查克知道威尔可以做出更大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他们坐在一个公园里，查克说：“威尔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，就是早上开车来到你家，按喇叭，然后发现你已经走了。”威尔很奇怪，他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希望我走吗？”查克说：“是的，我真的希望。如果你50岁的时候还和我们一样，每天在酒吧里喝酒，在工地上搬东西，我会很生气的。你不应该在这里，你应该去更大的地方。”威尔说：“我在这里很好，有你们这些朋友。”查克说：“朋友，我们是朋友，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我们只是普通人，我们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，你的脑子很厉害，你不要浪费它，你不应该和我们一起待着。”查克继续说：“我每次去接你，看到你还在这里，我都觉得很可惜。你应该去大学，去研究数学，去做出更多厉害的事情。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。”威尔听了，他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心里很感动。原来他的朋友也希望他离开。后来威尔又和斯凯拉联系了，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，他不再害怕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查克像往常一样开车来到威尔的家门口，他按喇叭，等了一会儿，没有人出来，他又按喇叭，还是没有人。查克下了车，他走到门口，敲门，没有人回答。他透过窗户往里看，房间里很干净，桌子上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威尔不在了。查克看了看窗户，他看到了一个东西，那是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查克，我走了，我去加利福尼亚了，谢谢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查克笑了，他笑得很开心，他的朋友终于走了，他的朋友终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。查克站在门口，看着天空，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他转身开车走了。Awesome!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
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